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种芦荟的经验，还有我是如何处理芦荟胶，还有芦荟胶的使用方法。大家都知道芦荟是美容圣品，对烫伤、防晒、修复皮肤都有很好的效果。其实不只是这些哦，芦荟还有很多神奇的妙用，我现在就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。芦荟的内层组织是透明有粘性的凝胶，它里面包含了超过200种以上的营养成分，其中包括20种矿物质、18种氨基酸，还有12种维生素。自古以来，芦荟在全世界都有美容还有医疗的神奇效果，例如消炎杀菌、抗病毒感染、促进伤口愈合、治疗皮肤炎、治疗便秘、强化胃功能、强心活血、吸热消肿、解毒、治疗慢性过敏、防止细胞老化、滋润美容、消除粉刺、去头皮屑、防晒、淡化黑斑、消除疼痛、镇静等作用。在夏天的时候，皮肤如果涂上一层芦荟汁，蚊子就不太来咬。哥伦比亚人常常给小孩的脚上抹上这种芦荟汁，防止虫害。芦荟汁如果喷洒在门窗或者是室内的话，就可以防苍蝇。傣族人就是用芦荟汁防止苍蝇进入室内的。除此之外，芦荟还有防体臭的作用，所以在很早以前，人们就喜欢用芦荟来消除体臭。非洲的刚果人在打猎的时候，在身上如果涂了芦荟汁，就可以避免动物闻到体味。芦荟的神奇效果引起了科技界，特别是医学界的广泛重视，所以有许多国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开发运用芦荟，也因此芦荟现在可是身价100倍的植物哦。介绍完了芦荟的这么多功效之后，我就来介绍一下我是如何种植芦荟的。芦荟是我见过最好养的植物，那芦荟的品种总共有超过300种以上。我的芦荟是长这样的，上面有这样白白一粒一粒的。这盆芦荟是5年前朋友送我的，当时的芦荟小小的，经过5年，现在已经长得超大，而且不但整颗芦荟都歪掉了，连盆子里面都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的小芦荟宝宝。虽然网上大部分都写着芦荟需要很多的阳光，但我种芦荟的这5年的经验告诉我，我的芦荟不能有太多的阳光。我曾经把它放在室外，阳光直射3小时的地方，晒了大概1个月。芦荟基本上绿色就变黄色，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生气。如果把它移到树荫底下，阳光不太直射的地方，它会渐渐的恢复绿色，可是看起来真的没有在室内种植的时候好。所以呢，我也做过了很多的试验，最后还是决定把它移回我家这个晒不到太多阳光的地方。我家的室温大概都是维持在华氏的70度，也就是摄氏的21度左右。因为芦荟是属于沙漠地区的植物，所以其实在热一点的地方也没有关系。至于浇水的部分，沙漠地区的植物其实就跟仙人掌一样，不太需要常常浇水，大概2个星期摸一下土壤，如果觉得干了再浇水就可以了。有的时候甚至3个星期都不浇水，它也不会受什么影响。因为我的芦荟是放在靠近厨房的地方，有时浇水我就用洗米水直接浇下去，或者是过期的牛奶倒一点给它。这个芦荟既不会发臭，也不会生虫，再加上它神奇的效果，我真心的建议有条件的人在家都可以种上一盆这种芦荟。因为我的芦荟是盆栽芦荟，所以土壤要记住一定要排水好，然后用比较松软的盆栽土。我这盆芦荟5年来都没有换过土，也没有做过任何的处理。你看现在的土其实越来越少，好像养分都被芦荟吸收殆尽。现在我就要把这个芦荟做分盆的动作，也就是把现在这颗大的芦荟切成1半，把肥大的叶子取下来另外处理，然后把旁边的这些芦荟宝宝取出来，给他们一人1个新家。我是参考了网络上大家的经验，很多人呢是把1颗芦荟就这样分割成1半，
然后上半部这个叶子因为是比较新的，而且是往上生长的，切下来之后呢，可以直接放在新的土壤里面，它自己就会慢慢生根，然后继续生长。下面的这个部分呢，如果把旧根修剪一下的话，继续放在土里，它还是会继续生长。这样一盆分株成2盆的做法，让这个芦荟看起来更整洁、更 neat 一点。但是要记住，刚刚分盆的这2株都不要放在大太阳下面直接直晒哦。现在我们就来处理这个旁边长出来的芦荟宝宝。其实我在半年前就陆陆续续发现了这些芦荟宝宝，一段时间就会把它们拔出来。那现在是越长越多，所以我决定把它们这些比较大的宝宝一株弄一个家。因为芦荟不太需要水，所以我这次决定用牛奶盒加上携带的这种自动浇水的方法来种它们。等到天气暖和一点，就可以把它们送给周围的亲朋好友。因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就把这些比较小的直接丢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放点水，看它们会不会存活下来。处理芦荟的时间大概是12月19号，现在做这个影片已经是3月初了。所以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来看看这些芦荟宝宝长得怎么样吧。芦荟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大，你看在牛奶盒里面长得不错，大概只有这一株比较脆弱的样子。在水里泡着的这些芦荟，经过3个月，你看竟然还在持续的生长，是不是很神奇？那大家一定也很好奇，当初弄下来的芦荟叶子长得怎么样了？这是当初刚弄下来的样子。因为实在太多了，所以我处理了一部分，其他的呢，我就放在以前放芦荟的这个角落，也就是间接日照有3个小时，室温大概21度左右的地方。现在也是经过了3个月，它们还是一样的翠绿，摸起来也是鼓鼓的，感觉里面的水分保留的还是很好。等一下我就把它们切开来，教大家怎么样处理。我在超市的时候买菜，有看到他们在卖芦荟的叶子。那上面也介绍了芦荟的功效，说可以美容、治疗烫伤、消炎、养生等等。然后说这些芦荟叶子要放在冰箱里保存。我们现在来对照一下我这放在室温下3个月的芦荟叶子，跟超市卖的比起来，其实我的还是比较绿，也比较饱满。好了，现在我来介绍一下芦荟叶子的处理方法。首先呢，要把这个芦荟的叶子洗干净。芦荟叶子的旁边刺刺的，所以要先把旁边给切掉。每个人的处理方法不一样，那我是这样做的。把芦荟胶取出来的时候要注意要弄干净一点。如果看到有弄到一点叶子啊，或者是残渣什么的，都要把它们拿掉。宁可浪费一点芦荟胶，也不要有这些残渣。也有人是这样弄成一块一块的，然后泡在水里10分钟，让这些黄色的大黄素流失掉之后，再取出芦荟胶。有些芦荟胶取出来呢，就像果冻一样，是成块状的。那我的芦荟胶呢，看起来都是这种黏黏水水的。因为芦荟的叶子都很大，取出的芦荟胶很多，如果用不完的话，我建议要用冷冻的保存方法。保存方法很简单，就是把它们装进冰盒里面，过1-2天结成芦荟冰块以后，我就会把它们装进小的盒子里做保存。这样冷冻保存下来的芦荟胶营养成分比较不会流失，而且万一以后烫伤或晒伤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直接使用。刚切下来的芦荟胶，有人是用果汁机打成汁，然后放在冰盒里面，像我刚才那样子保存，或者是像我之前用这种纱布把它们挤出来，这样果汁机或者是过滤出来的这个芦荟胶会比较不黏，水水的，可以放在这种化妆瓶子里面使用，最好是3天之内就要把它们用完。那如果不想那么麻烦的话，也可以用我最常用的方法，就是直接拿来擦脸，或者是擦身体、按摩头皮。但是因为有些人会对芦荟胶过敏，所以如果你不确定你会不会过敏，在处理芦荟叶子的时候，最好是戴上手套。要使用芦荟胶之前，最好拿一点涂在手腕上，或者是耳朵下面，或者是脚的地方。如果经过了半天都没有事情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没有什么问题。至于这些剩下的叶子，我也不会浪费，就直接把它们涂在头发上，
然后尽量不要接触到皮肤。因为叶子上可能会有一些残留物，所以不碰到皮肤的话，直接用在头发上不会有什么问题。我非常喜欢用这个方法，因为我发现芦荟胶擦过之后的头发特别柔顺，而且它不会有黏腻的感觉。我使用芦荟胶擦脸、擦身体或者是头发，我都不会把它们洗掉，就一直让它们留在上面。有些人不喜欢芦荟胶的味道，那你也可以让它们停留个半个小时以后再洗掉。如果只是烫伤或者是只需要一小块芦荟的话，也可以只有剪下芦荟叶子的一小部分来使用它。剩下的芦荟叶子，它自己会把这个刚剪下的这个伤口部分封闭起来。整只芦荟叶子放了以后，还可以继续使用，真的很方便。芦荟除了以上的功能之外呢，它其实是可以食用的。我做过的方法呢，是可以在打果汁的时候加入一点芦荟。因为怕小孩子不喜欢芦荟的味道，还有它的粘稠性，所以我通常会在果汁里面加一些像凤梨啊这种味道比较浓的水果，这样打出来的果汁，小孩喝不出里面有什么。其实里面加了更多的营养在里面。我也曾经把切小块的芦荟胶放入排骨汤里面，熬久一点，这样芦荟会比较入味。也有些人呢拿来做果冻啊什么之类的，因为芦荟胶的营养价值很高，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放到任何的食谱里面做各种尝试。对中医来说，芦荟对养生其实是很有帮助的一种食材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，记得点赞或者是关注我哦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